上一次课我们介绍了表的字段类型跟数据格式，那么这次课呢，我们再详细的来看一下一个表的字段属性该如何定义。详细来讲，设置一个字段属性的目的，控制字段的数据外观。我们用掩码的方式就可以来控制字段的数据外观了。第二，还可以防止输入不正确的数据。那么我们可以通过验证规则和验证文本来进行。为了加快我们数据的录入，还可以为字段来指定默认值。最后，为了能够快速的完成检索、加速搜索和排序任务，我们还可以呢在字段当中设置索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掩码的设置。掩码啊是为数据来指定固定模式的。那么掩码呢，它包含这样的几部分，可以呢来限定字面的显示字符，像括号、句号和连字符等等。掩码还有一部分呢是掩码字符，它可以指定输入数据的位置、种类和数量等等。那掩码是怎么样为输入的数据来指定模式的呢？它可以通过各种字面显示字符和掩码字符的配合，来确保你输入的数据它有正确的位置、正确的种类和正确的数量。Access 呢还为掩码来设计了掩码的向导。如果你设置的是文本类型或者是日期类型的掩码，我们可以用向导来实现这些掩码的设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张表格呢，就是多数的掩码字符。我们举个例子，当我们在一个掩码当中输入一个0的时候，那么未来在我们的数据库的字段当中，在同样的相对应的位置上，那么我们只能输入一个数字了，并且呢，这个数字是必选的。再比如，如果我们在掩码当中输入一个9，那么将来我们在字段的相对应的位置上就只能输入一个数字或者空格，并且呢它是可选项，也就是说呢可以输入也可以为空不输入。那么如果呢我们输入的是一个大写的 A 的掩码，它对应的就是字母或者数字，也是必选项，不可缺省的。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也用一个实例来具体看一下掩码的设计。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尝试用掩码来规范一个字段的数据格式。比如说呢，学号字段，在这个表格当中，如果我们存储的学号呢都是20级同学的学生学号，那么他的学号应该是以20打头的，后边呢跟着5位数字，那么这5位数字是不可缺省的，所以我们可以设计一个这样的掩码。第一步呢，先选中学号字段。第二步呢，在掩码的窗格当中呢，输入一个正确的掩码。首先，我们用一对引号把前面要显示的20给它引起来。那么用引号引起来的这个内容呢，是必须显示的，不需要用户自己来录入的。接着呢，我们用一个掩码字符0来表示相应的位置上呢，需要输入的是数字，并且这个数字呢还是不可省略的。我们需要输入5个。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凑足了7位数字。这7位数字呢，头2位必须是20，后5位呢可以是自由录入的，但是呢不能缺省。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吧。现在呢，我们把学生表呢保存起来，来到学生表的数据表视图，可以在它的选项卡上点右键，选择数据表视图。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学生表的录入界面，在录入界面当中，当我们把鼠标放在学生表的窗格上的时候，我们发现呢，20已经出现在学号的头2位了，并且呢这是不能修改的。后边呢有5个下划线，我们可以输入5位数字。这5位数字呢必须是0到9这样的阿拉伯数字才可以。比如说呢20、10、215。好，那么如果我们要在这个字段里面输入非数值型数字会怎么样呢？这时候我们删除最后一个字符啊。
然后试图输入一个字母，这时候呢，这个字母是无法录入的，我们发现呢录入失败了，所以我们还得把它改换成一个数字。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规范了学号这个字段的数据格式。好，我们再试一个，第二个字段呢仍然是以20开始的啊，然后呢后面213啊，这样的话呢，用延码来规范它的数据输入格式呢，就让这个数据呢输入的比较规范规整。好，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啊，我们这有一张课程表，我们打开课程表的设计视图，我们在课程表上点右键打开设计视图菜单。在这个菜单当中呢，我们发现有一个课程名是英文的。那么在英文课程名这个字段当中呢，我们去限定一下，你输入一个英文课程名的时候，应该以什么格式来录入？我们来看下面的延码，这个延码呢，前面有一个大于号，后面是一个大写 A， 然后是一个小于号，后面有一系列的小 a。它的含义是这样的啊，大于号表示接下来的字符是必须以大写形式出现的。好，接着呢显示了一个大写字母 A， 大写字母 A 呢就表示这个位上呢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字母。紧接着呢是一个符号小于号，这个小于号后面呢表示所有的跟着它的符号都必须以小写形式出现，而且呢小 a 表示可以缺省的意思。这样一个格式就限定了我们在英文课程名这个栏目当中啊，要输入至少一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首字母是大写的，后边的字母都是小写的。我们来看一下输入的效果啊。在课程的表上的，我们点击一下数据表视图，然后呢，在打开的数据表当中我们选择一列来输入它的英文课程名。我们发现呢，对应的站位符已经出现了。现在无论我们输入什么，它都是以大写作为开头的，那后面呢都是小写这时候跟你的输入法就无关了。你设置的不管是大写还是小写，它都以大写字母开头，小写字母跟随的形式出现。好，这就是我们讲的延码的作用。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字段属性当中的验证规则和验证文本如何进行设置。验证规则呀，它属于数据库有效性约束的一部分，它保证你录入的数据都是正确的，符合规则的，符合值域的。这个验证规则它其实应该有2部分构成，一部分呢是一个逻辑的表达式，这个表达式来限定你输入数据是否满足条件，还有一部分呢是验证文本。当你的输入被验证发生错误的时候，它会显示一段错误的提示信息。这里面我们要注意，验证它是以行为单位的，也就是说以元组或者记录为单位的。而且呢，验证发生在录入数据的时候。当你把这个字段值录入到字段里面之后，字段值带入这个逻辑表达式。那么如果逻辑表达式计算的结果是真值的话，我们就允许这个录入的新值输入到字段当中。如果呢，我们计算表达式的结果是假值的话，我们就拒绝这个字段的录入，并且同时弹出对话框来提示验证文本当中输入的提示信息。这是字段的属性设置当中的有效性规则设置。接下来呢，也让我们来看一段演示。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字段的有效性规则和有效性文本是如何设置的。当我们观察一个字段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这个字段的下方的属性窗格里边有一个叫验证规则和验证文本的栏目。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个例子，在性别字段当中，我们来限定一下，性别字段里虽然能输入一个字符，那么这个字符呢只能是男或女这2个汉字，不能是其他的值。现在我们选定性别字段，在下方的验证规则当中来输入男或女。在录入的时候需要注意这个 or 前边和后边都要加空格。
而且你在录入的时候呢，没有必要给男和女这两个汉字加上引号。如果你输入了这个字符之后呢，它会自动的把引号给它定义上的。如果是你自己来录入引号的话，你要特别注意，这个引号必须是英文的，而不能是中文的。好，下面我们来写一个验证文本。在我们验证这个数据的时候呢，如果它满足规则，我们就允许它录入；如果不满足规则的话呢，它才会弹出这个验证文本。比如呢，我们输入的这段验证文本是性别字段值应该为男或女啊，这样的一段文本。好，接下来我们来验证一下它的效果吧。回到数据表视图上来，然后呢，我们在性别这个字段当中录入数据。比如说，我们录入一个汉字男，在下一个字段我们录入一个汉字女啊，这都没有问题。但如果说呢，我们在录入的时候呢，录入了一个字符，现在呢，当我们确认这个录入的时候，它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对话框显示呢，是我们刚刚录入的这个验证文本，性别字段值应该为男或女啊，这是我们验证规则和验证文本的使用效果。它可以限定我们这个数据表当中的这个数据的它合法性。实际上，它是在定义这个字段的域。好，那这个例子我们就介绍到这儿。默认值，默认值是在数据表当中增加记录的时候，自动填入字段中的数据。用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可以加快数据的录入。比如说，在性别字段当中，我们指定它的默认值是男，那么当我们增加了一条新记录的时候，其他的数据可能还是空白的，但是性别这个字段里面呢，已经默认的输入了一个汉字了。那么如果呢，这条记录就是一个男生的记录的话，我们就可以不加修改。那如果是个女生记录的话呢，我们就需要修改一下。从概率上讲的话，我们可以节省了这个字段的一半数据的录入。设置索引，我们在数据检索那一章就曾经提到过，数据库当中频率最高的操作就莫过于数据检索了。那么数据检索如何提高效率呢？在现代的关系型数据库当中，我们靠索引来加快检索的速度。因此，在 Access 这种 DBMS 当中呢，它也提供了限制索引的一些方式。我们可以呢，给字段来建立索引，索引可以是有重复的索引，也可以是无重复的索引。那么有重复索引跟无重复索引的区别是什么呢？当我们创建一个有重复索引的时候，这个字段被建立了索引文件，那么同时我们允许这个字段当中呢有重复的值出现。那如果我们建立了一个无重复索引的话，在这个字段当中呢，所有的数据值必须都是唯一的。在数据表当中所有的主件它都被自动的设置了这种无重复索引。那么其他字段呢，没有强制限制，我们可以自己去决定是否给它设置无重复索引或者是有重复索引。现在我们来尝试定义一下表格字段的默认值和它的索引。表格的默认值，我们可以选择某一个字段来设计默认值，比如说就是刚刚我们定义好的性别字段。性别字段的验证规则是它只能输入男或女两个汉字。那么我们在默认值里面呢，给它定义男，这样的话呢，至少有一半数据我们是不需要录入的了。现在回头看一下我们的数据表视图。当我们想创建一条新的字段的时候，在这个性别里边，它已经显示了男生。这是我们在追加数据的时候呢，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节省我们的录入。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索引的设置。首先我们来观察一下学号。学号这个字段呢是主件，主件的特征就是它里边的内容不能重复，也不能为空。那我们现在观察一下它的属性表窗格当中呢，索引这个栏目它已经存在了，有索引，并且是无重复索引，这是我们定义主件的时候呢自动添加的索引。
现在我们还可以手动的为其他字段来添加索引。比如说，在入学成绩当中，我们可以添加入学成绩是一个有索引的字段，它的索引值呢是有重复的。入学成绩的索引跟学号索引不同之处就在于学号是不能有重复值，因为它是主件，而入学成绩是可以的。你不能限定有2个同学的入学成绩不能一样。好，这就是关于默认值跟索引的创建。创建默认值可以提高我们的录入效率，创建索引呢，可以在未来使用数据库的过程当中呢，提高我们的检索效率。其实呢，我们通过字段属性呢，就设置了表的数据约束。那么这节课呢，就上到这儿。